美国一直将世界分为3个等级，在这个等级中，美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，其他人平时可以跟着吃肉喝汤，但是一旦遇到紧急危机时，就得自觉走开。比如新冠疫苗，早已被美国当作一种政治斗争工具。在这场战争中，只有中美俄3个玩家，欧盟被美英摆了一道，只能用愤怒来显示存在感。日韩则比较干脆，直接秒躺。只有中国用自身的实力打破了这格局，而它带来的好处绝对能使我们受用几十年。大家好，我是熊猫。6月24日，世界著名的新闻网站路透社发表了一则重磅消息，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领导的新冠疫苗分配计划 COVAX 将进行改革，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自私行为正在摧毁新冠疫苗的分配计划。新冠疫苗分配计划 COVAX 目的是保证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公平公正地获得新冠疫苗。公平公正地获得新冠疫苗，这种极具理想主义的口号，这是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每天都在公众面前强调的事情，也是落后国家一直在殷殷期盼得到的待遇。疫苗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并不重要，但对于身处疫情之中的国家而言，疫苗就是拯救生命、拯救国家经济的头等大事。而真正能够一举改变战局的，只有中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说下中国。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疫苗研发的很早，也知道中国疫苗非常强，但是没有个概念。我给大家看2组数据以及一个行动就知道了。第一组是接种速度，从1亿剂次到2亿剂次新冠疫苗接种，中国用了25天；从2亿剂次到3亿剂次用了16天；从9亿剂次到10亿剂次仅用了5天，日均接种量超过2000万剂次。第二组是接种总量，世界著名数据网站 Our World in Date 显示，中国新冠疫苗接种量达到了12.3亿剂，占比超过全球的40%，是第2名的4倍左右。中国接种量与中国占比看起来的确很强大，但它终究显得有些冰冷。我其实也并不喜欢用这些来证明中国有多么强大，因为中国把中国人保护得太好了，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国外的糟糕环境。对于我们而言，疫苗不过是好像可有可无的东西，抬抬手就能接种，所以数据大小很难让我们心生感触。但是对于外国人，对于那些在海外奋斗的中国人而言，疫苗真的太重要了，它意味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直接用上面说的欧盟的愤怒来对比吧。我们把时间拉回到3月9日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公开对中俄英美开炮，他一边痛骂英美禁止疫苗出口，导致欧盟出现疫苗供应不足，一边又呼吁其他国家不要使用中俄疫苗，并声称中俄价值观不如欧盟。米歇尔的愤怒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强如欧盟也感受到了疫苗的危机，但是比起危机，欧盟更难过的是自己不仅被美英2国给耍了，还面临内部有人反水，开始购买中俄疫苗了。原本欧盟的疫苗策略和美国是一致的，都是从美国的辉瑞、英国的阿斯康利以及德国的莫德纳等公司采购。结果美国董王率先叛乱，开启美国优先的传统技能，宣布减少辉瑞在欧洲的产能。英国一看美国这是要提前开绿的节奏，于是也赶紧采取应对措施，将阿斯康利的部分产能移到英国国内，也学着董王采取英国优先的政策。欧盟的位置一下子就尴尬了，原本是想跟着吃肉，没想到这下只能喝汤了。但是也没办法，谁让自己太实诚，动作比别人慢一步呢？但这还不是欧盟最难受的。由于阿斯康利疫苗产能出现问题，导致欧盟的疫苗供应再次下降。按照合同规定，原本21年第1季度应该提供8000万剂疫苗，但实际到货的仅有3000万剂，缩水了1半以上。于是，在接种数量方面，英美和欧盟呈现2极分化。英国比欧盟内接种数量最高的德法2国超出2倍以上，而美国则是德法的10倍。美国和英国也借着疫苗慢慢开放了国内的管控限制，有了成绩，英美自然就要炫耀一下。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为了向国民邀功，在推特上高兴地秀着战绩，并称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。约翰逊的炫耀无疑是在欧盟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。欧盟民众一看傻眼了，都是发达国家，凭啥差距这么大？美国咱就不说了，不是说好英国离开欧盟就混不下去了吗？没想到小丑竟然是我们自己。于是欧洲民众自然就不干了，指责政府办事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欧盟成员国被骂的也坐不住了，调查后才发现，阿斯康利减产的只是位于比利时的工厂，英国国内的工厂并没有减产。原来说好的减产，终究只是套路。于是就有了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疯狂开炮的场景。米歇尔对于美英的愤怒是有道理的，那么为什么连对中俄的疫苗也不放过呢？还是因为欧盟的疫苗分配战略，在他们的疫苗分配规划里，成员国应该由欧盟统一来进行采购，然后再按照成员国人口所占比例来分配每一批疫苗。欧盟的目的也十分明确，通过整体采购可以保证疫苗采购量，按照人口分配疫苗，确保公平。解决危机后又可以提高欧盟的整体威望，可谓一举三得。这个分配方法看起来是不是很公平？然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每个国家的疫情控制程度不一样，
有的国家人口少，可疫情却很严重；有的国家人口多，但是疫情控制的相对较好，导致他们对疫苗需求的迫切程度不同。人口少、疫情严重的成员国就深受新冠病毒的困扰，而人口多、疫情良好的国家却可以高枕无忧，慢慢等待。这个矛盾其实很好解决，只要让一些疫情控制良好的国家少分配一点就可以了。但是看似很简单的问题，在欧盟内部却无法解决。如果说疫苗充分，大家都有保证，那么匀给别人一点那是没问题的。但是现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够，出让疫苗给其他国家，必然会被本国民众唾骂，于是矛盾就出现了。欧盟一方面极力维持自己的政治威望，另一方面又无法解决疫苗短缺问题。在欧盟无比纠结的时候，旁边的塞尔维亚却已经将疫情慢慢的控制了下来，而他们依靠的就是中国的疫苗。这一批疫苗是1月16日由中国国药生产的灭活疫苗，数量高达100万剂，可以为50万塞尔维亚人提供接种。疫苗到场当日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、卫生部长隆查尔携手中国驻塞大使陈波亲自到机场接机。武契奇激动地说：“我相信中国疫苗的质量，这是塞中两国伟大友谊的证明。”除此之外，塞尔维亚还订购了俄罗斯卫星5号疫苗、美国的辉瑞疫苗。正是这几批疫苗帮助了塞尔维亚成功控制住疫情。塞尔维亚的成功无疑刺激了欧盟成员国。要知道，塞尔维亚只是欧盟待入选的国家，能否成功加入欧盟，还需要成员国的批准。而此时却凭借与中俄交好，轻易地解决了疫情危机。被美英两国戏耍后的欧盟，却还在坚持集体采购，坚持不用中俄疫苗。欧盟成员国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。一场影响欧盟内部的疫苗争夺战正式吹响号角，而打破这个格局的正是中国疫苗。2月16日，匈牙利第一个反水，他们紧急采购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55万剂新冠疫苗，并且在23日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公开表示，与欧盟联合采购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疫苗不应该分东方疫苗和西方疫苗，只有好的疫苗和坏的疫苗，不论哪一种疫苗，只要它安全有效，它就是一种匈牙利疫苗，因为我可以用它来拯救匈牙利人民的生命。随后，欧尔班还率先接种了中国国药疫苗，以鼓励民众赶紧接种。欧尔班的行动和发言基本上宣告了欧盟的疫苗战略彻底失败，也打开了欧盟的一道口子。随后，捷克新闻部发言人公开请求中国提供新冠疫苗，奥地利、意大利等国家也开始寻求俄罗斯的帮助。欧盟只好无奈地表示，欧盟坚持原有战略，但是各成员国有权利自己做出决定。2021年5月，欧盟将中国国药生产的新冠疫苗纳入审批范围，欧盟疫苗战略名存实亡。看到这边，大家是不是理解了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那句“中俄精神不如欧盟”的意义？所以我才说，中国正在打破世界格局，一个长期被西方霸占的生物科技的格局。在以往，这种疫苗技术都是以西方国家为主，所以他们往往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，而其他国家只能在后面默默忍受。但是，一旦遇到危机，就会原形毕露。比如现在西方国家正在闹内讧，互相争夺疫苗，尚且还有手段可以使用，那么其他国家呢？连运用手段的权利都没有。截止到6月份，美国虽然只有3亿多人口，但是囤积了10多亿剂疫苗；英国只有6700万人口，但是囤积了5亿多剂疫苗；而加拿大则更过分，囤积的疫苗数量是本国人口的6倍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做报告时悲伤地说道：“全球新冠疫苗有44%被用在富裕国家，而最贫穷的国家只占了0.4%。更令人沮丧的是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。事实上，这就是弱国的悲哀。疫苗困局就和经济危机一样，一直都存在，只是这些国家故意视而不见罢了。美国一直将世界分为3个等级，在这个等级中是以西方为主要核心，以日韩等发达国家为次要核心，还有就是中国、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外围核心的体系。至于其他国家，只能归类到一起，根本进不了美国的法眼。但是董王以及疫苗改变了这一切。董王告诉大家，世界上其实是5个等级，在经济上，美国才是唯一的核心，其他人只能靠边站。疫苗告诉大家，在科技上，美国也是唯一的核心，其他人依然只能靠边站。如果不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，这个比例将会直接变成90%以上。尤其是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，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唯一的救命稻草。2021年1月2日，埃及紧急批准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。2020年12月30日，土耳其收到首批300万剂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。同一天，还有乌克兰宣布采购191万剂中国科兴新冠疫苗，还有巴基斯坦、缅甸、泰国、印尼等等等等。
加入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越来越多。塞舌尔、智利、巴林和蒙古等国家以往在国际上一直是默默无闻，但在中国的帮助下，接种率直接超过德国、法国等发达国家。中国以一己之力打破世界格局，这个格局就是以西方为主导的西方优先秩序。到目前为止，中国正向8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，累计捐赠和出口疫苗达到了3.5亿剂。而相比之下，由世卫组织主持的新冠疫苗分配计划，在西方国家的冲击下支离破碎。原定于今年的20亿新冠疫苗产能根本无法完成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放弃自私的行为，如果不能确保公平地获得疫苗，那将是一个新的道德崩塌。欧盟疫苗战略其实就是新冠疫苗分配计划悲剧的翻版，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不惜将美国称作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表示抗议，但是依然没有用。事实上，在新冠疫苗这场战争中，只有中美俄3个玩家，欧盟沦为只能用愤怒来显示存在感，日韩则比较干脆，直接秒躺，静静地在一旁观战。印度则是高开低走，被现实狠狠毒打，属于最特殊的那类。而中国呢，除了上面说的疫苗争夺战，从最早被质疑是否有效的路线战，到被质疑接种率的舆论战，中国走的是十分艰难，但是一步步都闯过来了，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坚强的后盾。这场战役非常精彩，大家想看的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我会抓紧时间把下期尽快给大家做出来。说实话，熊猫庆幸能生在中国最好的时代，不为安全烦恼，不为生命折腰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我们疫苗战争第2期见。